彭城的血色残阳终结了大汉集团上市初期的所有幻想，56万联军的崩溃像一场剧烈的金融海啸，瞬间清空了刘邦所有的政治资本，随水为之不留。关东诸侯作鸟兽散，在这个至暗时刻，历史的聚光灯终于完全聚焦到了那个年轻人的身上。如果说还定三秦时的韩信是靠暗度陈仓的地理红利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偷袭，那么横扫北境时的韩信将展示一种令人战栗的纯粹理性。他将战场视为一个巨大的数学模型，地形是参数，人性是变量，而他是那个解题人。他将在接下来的3年里上演人类战争史上最密集的奇迹，从木鹰渡河到背水一战，从水淹七军到传檄定旗，他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战争机器，对旧时代的军事逻辑进行了降维打击。他是神，也是异类。他在军事积分达到顶峰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死局。公元前205年，荥阳，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味道，刘邦狼狈西逃，身后是项羽铁骑的雷霆之声。为了减轻马车的重量，逃得更快一点，这位大汉的君主甚至做出了违背伦常之举。汉王急，推堕校尉，鲁元车下，为了生存，亲生骨肉亦可舍弃。腾弓下收在之，如是者3。夏侯婴不忍见君主如此，几次违抗命令将孩子重新抱回车上。这种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狼狈，彻底击碎了汉军的脊梁。韩信在这个时候接过了兵符，他面对的是一盘真正的死棋。精锐尽失，魏王豹反叛，代国反叛，赵国反叛，整个北方防线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倒塌。刘邦交给他的是一群惊魂未定的残兵败将，是一笔彻底的不良资产。韩信没有抱怨，在兵仙的眼里，只要还有士兵就是数字，只要还有数字就可以计算。他收合于尽，不仅其成，在荥阳前线，他像修补匠一样，将被打散的编制重新粘合。既然主力战场已经崩盘，既然项羽不可力敌，那就开辟第2战场。他将目光投向了北方，那里山川险阻，那里诸侯林立，那里将是他一个人的猎场。8月，北伐的第1战，魏国，魏王豹反水，切断了汉军连接河东的生命线。如果不能拿下魏国，汉军将被锁死在关中，动弹不得。魏王豹并非庸才，他深知韩信的厉害，于是他封锁了黄河渡口铺板津，收进了北岸所有的舟船。他构筑了连绵的工事，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金城汤池。在魏王豹的认知里，黄河天险，飞鸟难渡，没有船，大军就无法过河，这是常识，也是铁律。而在百里之外的夏阳，韩信正在行险，没有船，他就用瓦罐。他命令士兵征集民间盛水的瓦罐、木盆，用绳索捆绑，铺上木板，史称木鹰否。这是一种极其廉价且简陋的载具，甚至称不上是武器，但他骗过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军事教条。当魏军还在蒲坂津嘲笑汉军插翅难飞时，韩信的骑兵已经乘坐着这些瓶瓶罐罐，如鬼魅般浮于水面，从侧翼的夏阳偷渡成功，神兵天降。当汉军的红旗出现在魏王豹的身后，魏军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魏王豹束手就擒，魏地西平。这一战，韩信不仅打通了北伐的通道，更收编了魏国的精兵，为接下来的大征之势积攒了筹码。10月，太行山、井陉口，这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凶险的一关。井陉，太行8行之第5行，路窄，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韩信的3万孤军如一字长蛇，蠕动在这条漫长的石缝中。而在出口，赵王歇与陈馀拥兵20万，如一道铁闸，堵死了所有的生路。赵国谋士李左车献策，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愿足下甲辰骑兵3万人，从间道决其辎重。他直指要害，孤军深入，粮道漫长。只要断其粮道，在深沟高垒，坚壁清野，不至10日，而两将之头可置于麾下。这是地理学上的必杀局，但主帅陈馀拒绝了。陈馀者，妇孺也，他自尽义兵，不屑诈谋。他拥兵20万，面对3万疲师，若不敢正面击溃，恐贻笑大方。韩信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既然对手想要堂堂正正，韩信就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诱饵。决战日，韩信令大军冲出井陉，背靠绵漫水列阵，赵人大笑，笑韩信不知兵，犯兵家大忌。正午，韩信见大将旗鼓，鼓行出战，风交急走，弃旗鼓，走水上军。这又是一个诱饵。赵军见利，令智昏，果然中计，营门大开，全军倾巢而出，争抢战利品。营垒瞬间空虚，水边汉军身后即滔滔大河，退一步即死。
3万流民在绝境中被激发出了生物最原始的本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恐惧转化为了极端的暴力，他们化为死士，结成人墙，挡住了20万赵军的冲击。此时，真正的杀招发动，韩信预埋的2000轻骑如利刃插入空虚的赵营，拔赵至，立汉红旗，建必解汉赤之，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前功不克，巢穴易主，赵军回望，肝胆俱裂。在士兵的认知里，大营没了，家没了，主帅没了，20万人的信心在瞬间土崩瓦解，士兵变成了难民，军队变成了羊群，作鸟兽散。韩信挥军夹击，摧枯拉朽，斩陈馀，擒赵王。为什么2000年来无数将领模仿背水一战，结局都是全军覆没，唯独韩信赢了？因为在别人的眼里，背水一战是赌博，赌的是士兵在绝境中爆发的小宇宙，但在韩信的算法里，背水列阵只是这套精密系统的冰山一角。在此之前，有间谍对陈馀性格的精准摸底；在此之后，有2000伏兵的致命一击。间谍、伏兵、诈败、死战、意志，这7个环节环环相扣，就像一块精密的机械表，只要缺了一个齿轮，韩信今天必死无疑。普通人学韩信，学的是刑，赌的是命，而韩信算的是局，控的是盘，这根本不是冒险，这是对战场控制权的绝对垄断。灭赵之后，韩信并未停歇，他听从李左车的建议，此时兵威正盛，于是敕书强燕，一封书信，燕国望风而降。至此，整个北方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对手齐国。公元前203年11月，渭水，齐国向项羽求救，项羽派出了他麾下的第一猛将大司马龙且，号称20万大军，这是韩信遇到的最强对手。龙且勇冠3军，且极度傲慢，他看不起那个曾经受胯下之辱的韩信，认为他不过是靠运气的小人。两军隔水对峙，韩信夜领军士囊沙，堰塞上游。次日水位浅，韩信渡水击之，战不胜，佯败还走。这一退正中龙且下怀，龙且大喜，故知信妾也。他认为韩信是真的怕了，于是率军渡河追击，唯恐韩信跑了。当楚军主力行进至河中心，韩信决堤，半渡而击，积水成势，洪水如白色的巨龙咆哮而下，将楚军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龙且在乱军中被杀，20万楚军尽没于波涛。在那个没有任何精准计时工具的年代，韩信却在宽阔的河面上完成了一次毫秒级的协同打击。他计算了上游决堤的流速，计算了楚军渡河的步频，他将洪峰抵达的时间精确锁定在楚军半渡的那一刻。快1分，楚军未下水；慢1分，楚军已上岸。在韩信手中，时间亦是武器。齐地既平，韩信拥兵30万，威震天下，功高震主。此时的刘邦正困于荥阳，被项羽围得水泄不通，旦夕且死。汉军的主力都在韩信手中，可以说天下的权柄此时此刻就在韩信的一念之间。项羽派人来游说，只要韩信中立，天下3分。谋士蒯通苦谏，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劝韩信自立为王，但韩信拒绝了。他想起了刘邦的解衣推食，他想起了萧何的月下追赶，他选择忠诚，但他并没有立即发兵救援刘邦，而是修书一封：其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愿为假王变，请立为假王，也就是代理齐王。在韩信的逻辑里，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完成重大 KPI 后向董事会申请的论功行赏，他需要这个头衔来镇抚齐国。但在刘邦的逻辑里，这是趁火打劫，是挟功自重，这是员工在公司即将破产，老板即将被杀的时候，拿着枪指着老板的头，强行索要股权。刘邦大怒，拍案而起，骂声未绝：张良蹑足，附而地狱，汉方不立，宁能尽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刘邦瞬间改容，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立韩信为齐王，王冠加冕之日，亦是鸟尽弓藏之时。大秦帝国当年为了扫平6国，奋6世之余烈，耗时100余年，方才一统天下。而韩信从出陈仓、鲁卫、破代、平赵、降燕、定齐，横扫整个北方，仅仅用了不到3年。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将100年的战争史压缩到了极致的3年。他用一种超越时代的效率，像推土机一样铲平了旧时代所有的壁垒。此刻的韩信手握30万重兵，坐拥齐鲁72城。他不再是当年那个胯下受辱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登坛败将的臣子，他是真正的王。他的存在彻底打破了楚汉战争的平衡。项羽在南线依然力拔山兮，但在战略上他已经被韩信完成了千里迂回。刘邦在正面依然屡战屡败，但在局面上他已经扼住了项羽的咽喉。韩信成了这架天平上最沉重的那颗砝码，他投向汉则汉胜，他倒向楚则楚胜。他若自立，则天下3分。兵仙已然封神，天下的权柄此刻尽操于一人之手。大汉的基业，霸王的末路，
皆在他的一念之间。